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罪犯谢才平犯组织、领导黑社会组织罪、开设赌场罪、非法拘禁罪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，并处罚金102万元人民币。2009年，谢才平等22人涉黑案判了，案件落下了帷幕。谢才平被关进了监狱，但围绕着他的喧嚣并没有随之停止。不仅是他特别的身份让人瞠目，而与谢才平有过接触的人都清楚，他性格泼辣要强，是重庆的一姐，说一不二。除此之外，就是他沉迷男色之事，成为黑老大之后，包养16名男宠。被抓时家中搜出一本日记，披露了他的奢靡与疯狂。螺旋是其中之一，却是最得宠的。谢才平被抓时，正是和螺旋住在一块。谢才平曾狂妄说过：“有二哥在，什么都可以摆平，我还有什么好怕？”被押到法庭上之前，谢才平都认为自己还能逃脱法网。而陪了他1年多的螺旋深知其厉害之处，在被抓以前也是尽心尽力地替他着想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螺旋出生于经济条件一般的工人家庭，父母普通，望子成龙，尽可能为儿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。螺旋念小学时性格开朗，经常参加学校的舞蹈表演，还学过一段时间的画画。不过到了初中，可能是受父母离异的影响，人变得沉默起来。但螺旋高鼻梁、大眼睛、皮肤白皙的长相，还是很招长辈们的喜爱。一次进照相馆拍照留恋，照相馆老板更是特别为他单独拍了一张，也多洗了张照片挂在橱窗内当作广告。这孩子桃花旺。只是母亲关心儿子的未来发展，特别找大师为螺旋算过卦。尽管在当时，学生们大多专注于学业，螺旋的学习成绩垫底，女生缘并不高。然而大师看了螺旋的卦象，愣住了，愣了2秒后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一句话：得知儿子以后会富贵后，螺母很高兴，并没有在意大师离开前，悠悠地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。螺旋越长越大，身体也越长越开，身高1.82米，肌肉发达，侧脸酷似某知名男星。正如大师所算，他桃花旺，初中毕业以后很受女生的喜欢。不过从学校出来后，螺旋进入繁华的城市，看着客人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开豪车吃海鲜大餐，他无不羡慕嫉妒恨。而在这时，他被谢姐谢才平瞧上了。谢才平上下打量了螺旋一番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螺旋一身紧绷绷的腱子肉，看上去精明强悍。谢才平毫不掩饰自己的目光，望着一处笑眼中暗含深意：到我这里来吧，给我开车，做姐的保证不会亏待你。螺旋一开始对谢才平了解的不多，但看得出来他跟自己妈差不多年龄，其貌不扬，身宽体盘。螺旋自然是不想跟这样的老阿姨谈恋爱。不过螺旋在社会上混了好几年，能看得出来其他人对谢才平的态度恭敬。谢才平的手上、颈部更是戴着价值不菲的戒指，玉佩。螺旋识货，清楚这是个富婆，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，弯下了腰，接过钥匙：能给谢姐开车是我的荣幸。给谢才平开车后，螺旋见识了另一番天地，眼界大开，心里面的欲望也放大了，早已没了最初时的纠结。然而谢才平给了螺旋车钥匙后，就没有再提其他事情。难道他没有那个意思？螺旋摸不透富婆的心思，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
谢才平比他想象的神秘，许多想法充斥在螺旋的大脑中，螺旋莫名地感觉到一丝恐惧。而在这时，谢才平处理完事情后，看着眼前年轻俊朗的男司机，赏心悦目，一改之前坐在车后座的习惯，坐到了副驾驶上。这一天还是来了。豪车缓缓朝着别墅开去，车内的两人各怀心思。谢才平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螺旋，一只手伸到了他的大腿上，含笑道：“停好车后来我房间。”螺旋心一颤，紧握着方向盘的手暴露了他的紧张。真要到一步，螺旋的心里竟有些了抵触，不过嘴上丝毫没有迟疑，说了声好。房门虚掩，谢才平断断续续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。螺旋听到了一个人名，霎时愣了2秒，谢才平却已经看到他的身影，低沉着声音说道：“进来吧。”手上的电话还没有挂断，有男人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：“谢姐，下次你把他带过来。”螺旋的心里面迷雾重重，似是窥到了谢才平的另一面，竟在这时想起了大师说过的那句话。只是螺旋猛然一惊，瞪大了双眼看向谢才平，而谢才平对他的反应并不意外。刚刚的那通电话就是打给螺旋听的，螺旋也的确是个聪明人，谢才平更满意了，朝前走去，身体贴着螺旋，说出了一句让螺旋心惊肉跳的话：“你不会以为跟了我就只是睡觉这么简单，只是心性不稳，怕是命中有一遭。”谢才平联系的正是赌场的负责人，螺旋在他那里玩过几场，记得他的名字。螺旋成了谢才平的情人后，谢才平就把赌场上的事务交给了他打理，让螺旋出面签署合同买御景茶楼，实则开赌场。2008年，某退休干部中心的金某迷上了赌博，经常在谢才平的场子里赌，输得倾家荡产，妻离子散，背负了巨额债务。而谢才平有一个规矩，可以欠他的钱，但不能不在他的场子里打牌。金某认为这就是他一输再输的原因，偷偷跑到了其他酒楼打牌。但谢才平的势力颇大，没一会就知晓了此事，叫人把金某强行拖进了御景茶楼。金某自知谢才平的不是个善茬，又看到他身边有个年轻男子在哄着他，捏腰捶背，倒茶未时，亲切地喊着他胖姐，显然关系不同一般，就试图向螺旋求情，让谢才平饶他这次。不过螺旋虽很得谢才平的喜欢，谢才平还曾去过螺旋家中，并带着人去祭奠过螺旋的外婆。但谢才平能叱咤风云，又岂会受一个男宠的影响，破坏自己的规矩？螺旋还得顺着他，讨好他，方能够享受荣华富贵。金某被百般侮辱谩骂，并且遭到了一顿毒打。谢才平要求他当即还钱，金某还不上，苦苦哀求。谢才平毫不怜悯，把他囚禁了20多个小时，直到金某的一个朋友送来救命钱，奄奄一息的金某才被带走。这是让螺旋也是心有余悸。即使后来在法庭上，谢才平为自己开脱，把所有的罪行推到团伙其成员身上，却独对螺旋非常维护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没参与，只是开车接送我上下班。”不过螺旋并没有领谢才平的情，被抓后翻脸不认人，把他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。法院审理他们非法囚禁金某的案子时，其他6名被告退庭，螺旋本该坐在谢才平的旁边，此时却是退避三舍，与谢才平拉开了距离。谢才平此刻看着对方的眼里也是充满了失望。虽然两人之间很多时候都只是一种交易，
但是对于谢才平来说，在自己的所有男宠中，螺旋无疑是其中最满意的一个。在谢才平看来，自己对于螺旋非常不错。自从螺旋跟了他之后，谢才平也没有让对方受到任何委屈，而且几乎对他是言听计从。螺旋也从一个车夫摇身一变，跻身社会上层，彻底摆脱了之前那种穷苦的生活。他也从谢才平这里得到了无数的好处，金钱、财富和地位。虽然大家私下里都不看好他，可是明面上对于他却根本不好说什么。尤其是谢才平在的时候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谢才平对于对方的看重。之前有一次，谢才平的一个兄弟看不惯螺旋的作为，两人也因为琐事争吵了起来。谢才平发现之后，二话不说就将对方降职了。那人跟了他好多年，心里很不平，可是最终谢才平还是没有谅解。自这之后，大家都知道不要得罪螺旋，螺旋也进入了谢才平生意中心，甚至很多东西他都可以自己做主。随着权力的越来越大，螺旋的胆子也越来越大，很多事情都瞒着谢才平，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好处。可是对于谢才平，他却不是真心的。其实说到底，螺旋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他只顾着自己的利益，一旦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，他就会毫不犹豫的遗弃。就像在对待谢才平这件事情上时，两人好的时候，螺旋对于谢才平是各种甜言蜜语，给他泡脚按摩，还专门学了手艺。谢才平也为此觉得高兴。那时候两人的感情令人羡慕。可是一旦谢才平落网之后，螺旋就立即和对方解除了关系，一点不想搭理谢才平，还觉得是他连累了自己。谢才平为此伤心不已，螺旋却无所谓，只想保全自己。根据刑法第303条相关规定，螺旋参与开设赌场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刑法第238条，螺旋参与非法拘禁金某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法庭上螺旋也急了，称自己是被蒙蔽、欺哄才走上了这条道路。这话伤透了谢才平的心，对螺旋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，否认螺旋曾劝说阻止过他开赌场。26岁的螺旋也还是进了监狱，被判了4年零6个月，并处罚金20万元。一审判决后，谢才平恼羞成怒，在被带离法庭时突然扭头面向审判长，恶狠狠地骂道：“不得好死！”再一次耍了一把威风。谢才平提起了上诉，而终审法院审理该案后，认为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正确，依法维持了原判。这时候，谢才平也改变了态度，庆幸自己没有被判死刑，认罪伏法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